嗨，大家好。今天广州艳阳高照啊，气温35、6度，体感温度可能要更高一些。今天我开车出去办事，回来发现这个太阳特别大，我坐在车里都感觉空调不怎么够，所以呢，我就原本是打算放弃出去骑行了，但是这几天刚回来，还是有一些时差。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就感觉有些困倦，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到外面去骑会儿车，打起精神，这样就比较容易调节时差。所以呢，还是打起精神，穿戴整齐，把我的车骑到小区里面的路上，看看到哪里再去骑一段。这几天实在太热了，我看到门口坐那些保安都无精打采，都尽量的在找个阴凉的地方乘凉。这也不能怪他们啊，这个天要知青的话实在是太辛苦了。大家可以看看洒在我身上的太阳，阳光非常的强烈。但是这个天呢，真的是天高气爽，还是对广州来讲啊，一扫那种湿热，就有种干热，像北方那种干热的感觉。就我觉得虽然炎热，但是呢，身上倒是觉得还比较干爽。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出去骑一下吧。昨天呢是我回来以后的第一天，我只是在小区里面啊，就这么随意的声音性的骑了一阵，没有骑到村外去。但今天呢，我就想还是要骑出去，骑一段村外的路，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找人少一点的地方吧。现在呢，我骑在祈福新村19号大街这条横贯的马路上啊，我的右侧呢是棕榈园，是种了很多棕榈树的一个花园。
今天呢，我还是打算从天湖居那个小门出去啊，走一下山道。祈福新村里边的很多个小区啊，特别是比较早一点开发的小区呢，就有很多的香港的居民在这边买了房子，有些呢就是来度假，但是也有一些呢退休以后在这边住。虽然说这些年有一些已经卖掉了，但是应该还是有不少的这样的住户。这跟祈福新村呢本来就是港资的公司的开发，而且呢引入了一些香港式的管理，还有就提供了比方说去香港啊这种大巴等等这样的服务呢也有关系啊，所以这边呢还是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在这边居住。谢谢。好，现在呢已经出了天湖居这个小门了。好，现在呢，我已经在祈福新村后面这条山道上了，应该叫莲花大道，但是呢，也不大像一条大道，倒是像一条山道。现在呢，我准备在这条山道上骑整。刚刚说到祈福的房子，因为大家知道这几年呢，中国政府在打压这个升价升得太快的房地产，但是呢有点用力过猛了。最近呢又推出很多松绑，或者说要支持房地产正常发展的一些措施。昨天呢就看到了一则消息，广州市率先呢放开了对港澳台还有境外人士的购房的一些限制。就如果说你可以买一套自住房，当然肯定要满足一定的要求吧。那主要的要求呢，就是你必须是买120平方米以下的这种房子啊，也就所谓的刚需房吧，你只能买一套。但是呢，如果说是12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包括公寓，包括那种高层建筑等等吧，
是没有限制，想怎么买就怎么买。如果你看好中国的经济，如果你想要在中国投资，当然最终的风险是归个人，你就可以在中国买房子，只要是12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呢，可以随意买，大买特买，大买特买都可以。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信号，就是房地产啊，经历了这几年的连续的下跌，有时候已经跌了30%，有的说呢跌的30%都不止。已经触动了整个房地产整个行业，影响到了上下游的各行各业。在其他的行业也不景气的前提底下呢，你要拉动经济啊，就又要把这个房地产这只夜壶提起来，又不得不承认它对国民经济的支柱这样的一种作用啊，就大概这么一回事。那有人呢就预计说，从2017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控啊，进入了尾声。原本呢希望房地产软着陆，但这几年看来呢，一路下泻啊，有点止不住的感觉。所以呢，软着陆变成了硬着陆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政府可能也要亮明态度，在调整到一个已经到位的情况底下呢，要拖一拖，刺激一下房地产的消费，对国民经济呢也是有用啊。就大概有这么样的一种预测。但是呢，从另外一些因素来考虑呢，其实对前景大家也没有那么明确的一种判断啊。甚至说在这样的时候保守一点，如果你已经有自住房了，或者你真的想把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呢，我觉得要等一等，还得忍耐一下，再看一看啊。否则的话呢，就有可能抄底抄到一个半山上啊，甚至在未来的很多年，房地产有可能会比现在有一个更大的下行的空间，也未可知啊。那如果说刚需必须要买房，比方说要结婚，自己呢收入还能够支撑房贷，还有一些呢自家的孩子已经到了一定年纪，需要读书，要比较安定，最好呢在一个学区边上购房。那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可以考虑了吧，因为毕竟距离几年以前的高点呢，少说也跌去了30%左右了。而且从长远来讲啊，人民币现在对美元呢，汇率上来讲是一直走弱，贬值已经不止10%了，应该贬了15%左右了。那么随着西方主要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进入到下一个降息的周期，那美元呢肯定会回流到包括亚洲在内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那在那个时候呢，水漫金山也未可知，所有的资产呢都有可能会被推高，甚至呢在正常的情况底下，人民币也会走高。
有可能会收复这1-2年来的汇率方面的损失。总之，抛开政治因素啊，抛开这种突然发生世界大战的黑天鹅事件，理论上中国的资产在未来还是有可能会有几十%的回升。甚至不得不把房地产呢变成另外一个支撑经济的主要的支撑点，大家拭目以待吧。2个来月没有走这条莲花大道了啊！你看这个路边的树啊，都长了起来，变成了一个屏障啊，就看上去更像一条马路的样子。没想到今天风也那么大啊！但是呢，都是热风。再次经过这个大富山幽兰钓鱼场，这个池塘还是维持的不错，但是天太热，今天没有人钓鱼。
现在呢，我骑过宜山西路，向着前面的景观大道骑过去。右侧呢就是横江村了，这条村里面呢以前也曾经去过。今天呢，天气虽然热，但好在有风，有些风呢，觉得舒服一些了。但是这种太炙热的阳光啊，烤在身上，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骑行的时候，所以以后看看得要早晚出门才行啊。前方呢就是景观大桥啊，如果你要上桥呢，过了桥以后再走一段就沙湾古镇。但我今天就省点力了，就在这个长堤路上去骑一段。
这里呢就到了沙地路了，我们就沿着这个四桥水道边上随意的骑一下吧。这里呢就是四桥水道啊，岸边呢还是很美的，看到还是有人在这边垂钓。在加拿大温哥华呢，骑了几条原生态的这种社区边上的绿道。那这里的这些马路呢，就是人为的修建，还有设计感，当然最后呈现出来的面貌呢也是相当不错的，就没有那么自然古朴，没有那么随意。但是呢，也是不失为大家散步、骑行啊，尤其是在江边走走，这种很惬意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当地农民呢，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这个水道边呢，很多人都在那里垂钓，可能也会有些渔获吧，守株待鱼。如果能够钓到几条鱼呢，晚上就可以回家煮着加餐了。骑在这种绿道上啊，迎着微风，看着开阔的河面啊，江景，真的还是非常的舒服。这边呢，看到河里有2只龙舟，
这次没有看到市桥这边的龙舟赛啊，但是反而在多伦多岛上看到了龙舟比赛。这里有几只大狗。哦，虽然已经错过了这个龙舟比赛的季节啊，但是你看这个河里还是有人在那里划龙舟啊，好像是在锻炼吧，训练。你看，河的对岸一路排开，有6、7条龙舟，这种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吧。这里是市桥水道碧道，你看边上那种榕树，这种枝干呢全部垂到了水面啊，还是很漂亮的。看插着莲溪的旗子，应该这个龙舟属于莲溪，是个乡吧，还是一个村，属于他们的吧。左侧呢就是莲湖生态公园了。左前方呢也在起高楼了，就这片区域呢还是忍不住要开发了。看看这些望湖的大宅、高楼大厦就在前面。说来说去呢，政府要钱，钱从哪里来？就是靠土地来换。没有土地财政呢，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一定会进入一个死局。虽然现在也是想尽办法，据说要推出消费税之类的各种税种，就是让地方政府呢也可以有分成。但是如果说尽是这样的话呢，就有点
让民众更会捂住钱袋子。就开发这种新的片区，唯一的好处呢，就是把周围的环境也会给你搞得干净一些。就像这种呢，都是房地产开发的一种配套的工程，建一些清水的平台，搞一些乘凉的长廊等等。前面那个桥呢，就4桥3桥了，就是在东环路上面的一座桥。我就在这边先吹吹风，稍微休息一下，就以这里作为我今天骑行的终点，往回骑了。